不要道歉。麦克风再麻烦一下，不要道歉。那我们就看起来非常正常，那我们就开始了。那有的麦克风再麻烦一下，好，谢谢。好，那我的投影片已经投影出去了。对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你800吗？800还没有开始到啊。好，投影片投出去喽。好，上次我们讲到第5项，就是机器如何生成图文，它如何做文字接龙。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机器如何做推理。切换一下。上次我们讲到文字接龙这边，然后讲到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语言模型就是我们当这个模型的规模放大到1000亿参数以上，甚至这个百兆啊、10兆、100兆这个规模以上的时候，机器是可以表现出更强的理解能力跟推理能力，因为它有更强的能力去萃取你给它的文字、你给它的叙述、给它的问题里面有哪些特征，那它比较可以了解，然后你的上下文是什么意思，它也比较好、更好的回应你。好，那它这个背后其实是用庞大训练资料，来训练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模型，甚至几十兆的参数。好，那在 ChatGPT 4或者 ChatGPT 5这边呢，它大概都是用10几兆的 token、10几兆的词源去做它的训练资料，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哦，可能是全世界的网络上的所有资讯它都抓到了这样子。好，那 Gemini 跟 Claude 也是差不多在这个规模。好，那上次有讲到这个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就是我们这个学术界目前发现，如果这个参数量模型的参数量跟模型的训练资料量跟模型可以拿到的计算资源，它的算力如果可以同时上升的话，而且是按照某个比例同时上升的话，那它可以带来性能的同步上升，也就是说它的理解力会更强，它的回应的准确度也会更好。那目前还没有看到上限，所以我们预期这个 AI 还会可以继续的发展，继续的进步。好，上次讲了刚刚那一页，那我们这边还有一页还没有讲到，就是这个整个 AI 的世代哦，它持续的在迭代，持续的在进步。在早期呢，主要是靠人类来选取低层次的特征，这个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到了水果店老板去预测这个水果会不会大卖一样，那时候是给他一些人工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个包装怎么样，然后它的重量怎么样，甜度怎么样，这个是最低层次的人工的特征。好，那时候的参数呢，也只有我们看你看我们这个水果预测的模型参数也很少嘛，对不对？讲说它这个价格大概预测了多少，它的使用者想买的机会大概多少，就是你可以列出来，可能两只手就可以列出来所有的参数了啊。所以我们那个模型是对于世界做极度的简化，非常非常的简化。那这么简单的模型，显然它没办法捕捉非常全面的、非常完整的各种特征。这个世界的规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好，那到了近代呢，我们深度学习模型就开始越来越复杂，它的这个深度学习的网络深度类神经网络呢，就好多层，可能数十层甚至上百层。那里面的参数呢，可能数千万哦，甚至数亿。那当它的模型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可以开始自己学习复杂的特征，它可以自己萃取出复杂的高层次的特征，然后它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性能。那到了现代，也就是2022年之后呢，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就出现了，它就拥有数兆个甚至数十兆个参数，啊，结构极度复杂。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就一直往右上角走，哦，它的整个参数数量呢呈指数型的上升。那这个大模型它就是越来越聪明嘛，可以展现出推理能力，像是 GPT 5.5啊，它有估计大约9.7兆的参数，那它推理能力就远比以前的那种小的语言模型更厉害。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说这些模型呢，当它拥有这么多的参数，拥有这么多的训练资料之后，它是怎么来做推理的？它怎么展现出好像人类可以推理的那个能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机器如何做推理。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成长历程跟不同的算力需求。好，这张图是 MTK 是联发科的一个资深处长梁博松先生他画的，这个画的很不错。那这个是发表在 IEEE 的某个期刊上面。好，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呢是 training computer， 就是这个模型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要做什么事情。右边呢，橘色这边呢是 test time computer， 就是当模型已经训练完之后呢，它要上线。那模型上线的时候，它要做哪些事情啊？包含推理，包含它作为代理人，作为 agent。好，看左边第一个格子是 pre-train， 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呢，它先做预训练。这个预训练跟其他训练不太一样，这个预训练是让它去理解广泛的通用的知识，广泛的语言的规律。哦，它不是特别针对什么特定的任务，不是，它就是拿到一堆的书籍，一堆的文章哦，各种的新闻什么的啊，各种文章，他就来看，哎，好，这个字接下来要讲什么字？好，现在接的这个句子后面要接什么字？啊，他就学这种通用的语言规则，这个叫做预训练。他在这个阶段可以吸收各种的知识跟语言规律，但是他并没有针对某种特定的任务。好，那当他预训练结束之后呢，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基础模型叫 base model。好，那这个 base model 呢，接下来他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叫 post training 后训练。刚刚是叫预训练，现在叫后训练。他训练完之后呢，他还要重新再训练一次。但这个重新训练呢，并不是把它整个打掉。如果整个打掉，那刚刚就不用做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现在重新训练是指他是针对特定的任务做微调，他在做微调。例如说，这个学生呢，他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那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针对特定的学科、特定的科系，他来学那个特定学科的知识。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小学的知识全都丢掉。他已经会讲话了，我们就不用重新再教他讲话，我们只要重新跟他讲说，好，你现在针对这个物理呀，针对这个程式设计啊，好，你要怎么来做才可以符合我们的任务的要求？好，所以在这边呢，他就会针对，例如说程式设计的任务呢，针对某某书信的撰写呢等等，他去做微调、做训练啊。那他这个训练过程中呢，他可能会稍微遗忘一点点基本的知识，因为他会改变嘛，模型还是会改变，但是他不会遗忘太多。他不会遗忘太多，他不会有灾难性的遗忘，而是说他会把他的参数呢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更适合我们这个特定的任务。那这个叫后训练。那目前其实很多公司都会做这个后训练哦，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去做预训练，就是这种大型的训练，他可能没有能力，因为那需要非常非常多的 GPU，非常非常多的训练资料，因为他们要准备全世界的文本给他，或全世界的书籍给他，一般公司可能没办法。所以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他们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后训练，也就是 fine tuning， 都是 fine tuning。那这个 fine tuning 呢，其实用的资源就是远远小于之前那个预训练啊。如果说你只有训练某些比较狭窄的特定的任务的话，其实它不用那么多资源。这个是比较可行的做法，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说比较可行的做法。好，那当这个后训练完之后呢，它去调整完之后呢，它已经会做特定的任务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模型上线之后呢，就不再训练。那不再训练的话，我们要怎么让它变得更厉害、更好，回答的品质更好？那这时候就是靠这个上线之后的 test time computer， 也就是我们给它更多的算力，跟他讲说，你回答的时候呢，不要急着给答案，你稍微想一下，你稍微自己推理一下，稍微自己列一下各种的选项，去想一下哪个选项比较好，你自己好像是给你一个计算纸一样，在计算纸上把各种的路径啊、各种的选项啊、各种的算式啊、各种的证明方式全部列出来。好，你自己选一下哪一种回答比较好，你再跟我讲你最终的回答。然后这个就是 reasoning 就是推理的过程。而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写了几种 reasoning， 例如说 structured thinking 就是结构化的思考。我们跟你讲说你在回答的时候呢，回答要结构化。例如说我们
知道讲话的时候有金字塔原则，我们先讲个大纲，然后再讲每个细节那这个就叫一个结构化思考。好，那另外一个是 answer verification，就是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他的答案自己要先验证过，他可能列了3个答案，那自己去验算。这个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有做过这种事情嘛？我们在交卷之前呢，我们先验算一下自己的答案。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你要回答的时候呢，自己验算一下你自己的答案。如果你发现有错，你再重新再讲一下，重新再回应一下不要说直接就把你第1个答案吐出来，你可能要给我第2个答案、第3个答案。如果你验证之后发现有错的话，那这个跟 trial and error 其实很像，就是说他自己测试看看嘛，发现有错再重来那这个另外一方面也叫做反思，他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答案。如果他觉得自己的答案不是那么妥当的话，他可以重来这个叫 self critic 好，那最后一个就叫 agentic AI 这个就是代理人代理人是我们之后的后面的 talk 可能后面几周才比较会讲到的那代理人其实就是他在推理之外呢，他可以去存取外部的资源，例如说他可以去拿网络上的资料他可以搜寻 Web， 可以用 Google甚至他可以开启档案，他可以跟其他的 AI 跟其他的代理人沟通互动协作这个就是依赖外部资源不是只有靠自己，它也依赖外部资源所以我们有这4个主要的阶段：预训练吸收基本的知识、基本的语言规律后训练对于任务呢做对齐去针对特定的任务培养能力再来是推理在回答的时候呢，针对特定的难题，不是所有题目，针对特定难题，动态的决定他要讲多少话，动态的决定他要做多少的测试测试回答选项来动态的投入它的计算量。然后第4个就是不是只靠自己，那依赖外部的资源。这是它的4大阶段。那我们今天就是关注这个第3个，就是 reasoning， 要怎么做推理。各位在用AI， 不管是 ChatGPT 还是 Claude Gemini 你都可以选模型，对不对？那你会看到类似这个画面。左边呢有 Fable 5 Opus 5 Sonnet 5之类的，那个是选模型。那你选完模型之后呢，它可能会让你选择你要花多少力气去推理，让这个模型去推理所以看到右边右边就有这个推理的 effort它可以花多少力气 low 到 max 那你可以开关要不要 thinking， 要不要做推理。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 AI 的服务供应商呢，让你去选择模型要花多少钱去做推理，因为这是要钱的，我们之后会讲到这是要钱的，它让你选择你要花多少钱去推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依照你自己的问题的难度、问题的复杂度甚至你可以自己判断，如果是你来做的话，你需不需要做深度的思考，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让模型推理。那如果说你选择比较高的推理的这个额度的话呢，预算的话，那模型回答第1个字的时间通常会更久，因为它就要做刚刚的那样子的演算嘛，它要先在纸上做推导，它回答第一个字的时间通常更久，那它就在这个时候在背景去推导、去推演多条的逻辑链等等，试图找出更好的答案。那你会想说，我花那个钱划算吗？因为你其实是会花更多钱，或者说你会用掉更多额度，那你的额度只是有限的，你可能5个小时的额度是有限的，然后等到5个小时过了之后，你才可以再 reset 你的额度。其实你开那个推理模式是花更多钱的，那你就会想说，那我开推理模式划不划算那这边就有一个研究成果了，就是有学者讲说，我们发现我们如果给你更多的推理的budget，更多的预算那你的表现其实确实会更好针对某些够大的模型来说你的表现确实会更好。例如说，我看左上跟右上这2个图是做数学题目的，它的通过率上升了那下面呢是做程式设计的跟做基本的那个问答的，就是一些学科的问答它通过率也上升了
如果你给它更多 token， 那下面可以看到1个 token、2个 token、4个 token、8个 token 到32个 token。如果你允许它用更多的 token、更多的词源，讲更多话，在最后回答你之前可以讲更多话，那它的准确率确实会上升。那在图里面有2条线，一条就是蓝色线，你看到最明显这个往上升的，这个叫做 thinking mode 推理模式打开了。那每一张图的下面有一个不是很显眼，你没有仔细看也看不到的红色的虚线，那个就是 non-thinking mode， 就是那个模型呢没有开启推理模式，他就想到什么就直接讲。你会看到它的成效其实差很多。那它也不会因为你给了更多的预算，它就表现得更好，因为它根本就不会推理。所以你有没有给预算呢？其实跟它无关，因为你给的是推理预算，它也用不到。好，那我们看另外一张图，这个是 GPT 5.6，算是下一个很新的模型。GPT 5.6这张图比较复杂一点，你可以看它里面有3条线，最左边那条线呢，它比较直然后到右边那条线呢，就是一个好像钓鱼竿一样的往右边延伸出去。这张图什么意思呢？先看下面的横轴是 API cost， 它要花多少钱来做它的推论，做它的推理。然后纵轴呢是它的表现，的成绩，它表现的多好，它回应是不是准确，它回应的品质，所以有纵轴、横轴分别代表它的回应的品质跟它花了多少钱。那中间的3条曲线呢，就是代表3种 GPT 5.6的模型。好，那这三种都是 GPT 5.6的模型，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规模不一样。最右边那条线呢，像钓鱼竿那个往右边延伸那条是 GPT 5.6 SOL 它的最大的模型，最大规模的 GPT 5.6。那左边那条虚线呢，也是 GPT 5.6，但是它是 Luna， 它最小的 GPT 5.6。所以它模型规模不一样。那模型规模不一样呢，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 training scaling 这个橘色的虚线，2条橘色虚线，那个双箭头那个就是讲说，它在训练的时候呢，投入的算力成本不一样。我训练更大的模型，然后投入更多的算力成本。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第1章讲的模型的4个阶段。在第1阶段呢，我花很多钱，花很多训练资料去训练一个更大的模型，让它表现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右边那个 GPT 5.6。那如果我没有花那么多钱呢，就是左边这个 GPT 5.6 Luna， 它就一个比较小的模型。所以这3条线分别代表 training scaling 它在训练的时候花多少成本来做规模化，看它要不要做规模化。好，那下面蓝色的点呢，虚线上面有蓝色点，你看每条虚线上面都有蓝色点。那你仔细看一下，上面其实就有写 none low median high 或是 extra high 之类的，甚至 max。这个就是讲 inference scaling。他在推论时期，在 test time， 在推论时期，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以花多少时间去做深度的思考，他可以花多少时间在计算纸上去推导，去做各种的选项的选择验证，他可以花多少钱。那这个也就是你刚刚选那个模型他可以花多少的这个推理的预算。你可以看到，当你的推理预算上升的时候呢，它表现就跟着上升了。虽然说它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你投入2块就有2倍的表现，它不是线性的，但是它确实会上升。那你看到3个模型在上升的幅度其实不太一样3个模型的上升幅度不太一样。最左边那个模型它虽然会上升，可是它上升的其实是有限的，它有个天花板在那边，它是一个小模型。最左边那条线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模型，虽然也是 5.6， 可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5.6 GPT 5.6。它上升的幅度是有限的。那右边那条线呢，它是比较大的 GPT 5.6， 它的起跑点跟别人的不一样了。你看到这3条线的起跑点就不一样，它的起跑点就比别人高，即便它没有推理，它还是胜过别人的推理的表现。这是右边那条线。那右边那条线呢，它在上面的天花板呢也比别人高。虽然说你看可能好像高没多少，但是还是比较高。有时候你就真的需要那一点95分到99分那种这个进步有时候你需要这个，虽然说可能不是很多，因为它钱其实花很多。你可以看到它的横轴，可能别人100块1000块可以达到的分数大概也许78分，
他花3000块可以达到分数大概79分，可能差距一点点而已，那就看你觉得这划不划算。所以这是跟你讲说，如果说你在选这个模型推理预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选呢？你也许先试试看少一点的预算，因为你的预算其实是有限的。你现在把预算烧完了，你可能又要再等5个小时才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你可能先看看少一点的预算，它表现怎么样，那你可以再逐步往上调，而不是一开始就开最大的，因为最大你可能花了2倍钱，拿不到2倍的效果。好。所以这张图呢，就跟各位介绍训练时期的扩展你是要做多大的模型，跟推论时期的扩展，你要给他多少推理预算让他可以做多少的深度思考。那我们就回来讲什么叫推理模型。推理模型其实它是一种推论的形式那推论跟推理在中文上听起来很像，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习惯了。推论是指示模型。推论是讲说模型在回应你一个字一个字跑出来的过程叫做推论，所以推论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单纯就是文字接龙，单纯就是要回应，所以推论其实就是回应你，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厉害的意思。推论你说模型在推论，也就是模型在回应，在做 inference。那推理呢是一种推论的形式 ，reasoning 我们叫 reasoning， 或者我们口语一点叫 thinking。reasoning 呢，它其实就是讲的是推理，我们专业说法是叫 reasoning。那这个推理呢，其实就是一种 inference 形式，它表现出来的好像就是人类在推理一样。我先考虑第一个条件，再考虑第二个条件，然后再想，这2个条件有没有什么错综复杂关系呢？然后再决定第3个接下来我可以推导出什么什么东西来这看是人类推理，或是看是人类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讲说，这个模型它有推理能力，所以这个推理其实是一种形式上的，它展现出看是人类的推理的过程，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文字接龙。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强调，这个模型它只是用几率的计算去算说下一个字最该给你什么字，一个几率的计算的过程所以它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基于几率的文字接龙，它只是看起来像推理，但是它其实跟人类的推理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还是基于几率。好，那我们这边就有个范例例如说我们问他一个问题，问 AI 一个问题，赛跑中你是第100名，刚刚第101名超过第99名，现在你是第几名？那 AI 就会讲说OK， 他发现这是一个逻辑陷阱题的赛跑名次是什么什么决定的那原本是第99名现在跑到第100名之类的他就讲这种推理，看起来像推理好，那他就最后推理完之后呢，就给你一个答案，右下角那个成为第101名。这是他的答案那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用你的大脑推理一下，看看你觉得他的答案你认不认同？那这个范例只是跟你讲说，它有一个推理的形式，它不是直接告诉你，好，这个是第几名，它不是这样直接告诉你，它是给你一段推理的过程那并不是每个模型天生都擅长做这个推理例如说，我们问另外一个 AI 另外一个 AI 它的推理过程其实跟刚刚比起来，好像就也不能说差一点，但是它其实这个答案就不一样你可以看这个答案，它讲说你目前还是第100名，谁的答案对呢？那就是靠你自己的推理，看看你比较可以接受哪一种推理方法。其实这2个答案都不是最好的答案都不是最好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它需要进一步的去澄清才对好，那总之呢，这个模型呢，并不是每个模型都会做最好的推理。那我之前只是给你秀出来说推理的过程大概长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讲说为什么要推理？为什么它不可以直接讲答案？因为模型是一个基于几率生成文字接龙的机器那你在训练过程中呢，你可能就学到某些统计规律，学到某些样式匹配。你看到输入，如果直接脱口而出讲说接下来这个答案是什么？那你没有经过内在的自我修正或是深思没有多步的推演，你可能会选出一个几率上最高的答案。可是那个几率呢，跟答案正确性呢，
有时候是两件事情。这什么意思呢？他回答的可能只是当下看起来讲话最顺的那个答案，最流畅、最通畅的那个答案，而不是真正的答案。他只是看起来很顺，看起来很通顺，看起来讲话就很通顺，但其实不是真正的答案。好，那这种模型呢，它有它的好处，并不是每个模型都要推理。这种模型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它反应很快，非常快，它马上就回应你，你不用在那等半天。好，那第二个呢是它可以用比较少的计算资源，计算资源要钱。好，但是呢，它缺点就是，如果说你的答案其实没办法直觉的回答，那这种模型呢，在面对复杂的逻辑啊，或是复杂的数学题目啊，或是例如说程式设计那种需要考虑很多步骤的，或是一些容易被干扰的语境，例如说你给他的这个提示词里面包含了一大堆杂讯，包含一些有的没的，只是一大堆，它容易被干扰。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被他的几率分布拉着跑。他觉得直接这样讲是最通顺的答案，但其实是错的答案。他这里没有先过滤啊，没有先筛选，他很容易就给你错的答案。好，那这个是轻量级 AI 服务的主要推论形式。好，主要推论形式，它的推论其实是很快速的推论，没有推理的样子。那另外一种叫 System 2啊，我们就讲 System 1就是快速反应，是 System 2呢就是想一下再讲。System 2呢，它在输出最终答案之前，它要进行长度不一的思考，看起来很像推理，然后拆解复杂问题，那讲说啊，我要考虑什么，考虑什么啊，第一步要算什么，第二步要算什么。哎，我算完之后呢，我从头考虑一下，哎，我这个算对不对呢？来，重来，再重算。他要做这种自我纠正的动作。好，那这种多路搜寻啊，跟动态规划这种复杂动作呢，我会讲说它自己展现出逻辑推理的样子，逻辑推理的形式。那实验发现，在研究上的实验发现，这可以大幅的提升数学啊、程式编码、复杂逻辑问题那些问题的正确率。它可以大幅提升正确率，提升非常多哦，但是它也消耗非常多的时间跟计算资源，你要等很久，你要花很多钱。好，那这个是目前重量级 AI 服务的主要推论形式。他们在推论的时候呢，几乎预设就是要做推理的，也不用你选。你如果选那个最大的模型，那预设就是可能就是直接做推理啊，所以你要等蛮久的。那你现在看到的那些 AI 的分数啊，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 AI 的分数排行榜嘛，对不对哈？最好的那个模型呢，通常都是预设用推理模式的，几乎不会有讲说，哎，我用非推理模式去比赛，不会，你通常是不会，预设都是用推理模式，然后去拿到最好的排行榜的这个名次。哦，那为什么直觉回答容易出错呢？我刚刚讲它基于几率生成文字嘛，哦，所以直接就接上去这个看起来最常接上的通顺的文字了。那他还没有想清楚整句话要怎么讲，他就直接连续的说出这是每个字。例如说这个问题啊，那你是第100名啊，刚刚101名超过第99名，你现在是第几名？他就直接回答了啊，我现在是第几名这样子，就直接回答了。那这个就好比人类在做回答的时候呢，你如果要求他完全不动笔，完全不要在计算纸上做这个推导，也不要验算，一眼直接开出答案，那想当然这个其实是比较难回答好的嘛，对不对？那更糟的是哦，更糟的是这个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会想到，更糟的是，当你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这种架构，它做文字接龙嘛，它回答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它在回答第四个字的时候呢，它的前文包含了刚刚回答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也就是说呢，它的回答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出来，它每个字出来之后呢，都会变成下一个字的前文。如果说他今天不小心讲错一个字，例如说他第三个字讲错了，有可能嘛，因为他的几率分布嘛，有可能这个就算错了嘛。第三个字讲错了，那你说他在回答第四个字的时候呢，会不会受到影响？会，因为他回答第四个字的时候呢，要看前面的问题跟他前面回答的三个字里面有什么内容。好，所以他会自己去污染自己的答案。
他污染自己的答案。他如果没有自己去修正的话呢，他就一路错下去，就讲了一大堆长篇大论，但是其实都是错的，因为他会自己污染自己的答案。所以推理模型的训练，其实后面就会讲到，其实他要学着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好，所以直觉回答容易出错，因为他直接看几率分布最高的那个答案就直接吐出来了。那怎么做到比较好的推理的回应呢？怎么让这个回应看起来比较有推理的样子？一个最重要的观念，现在可能是最常被提到的，叫做 COT 中文叫思维链。这个是做什么事情呢？那这个是在 Google Research 2022年提出来的，它现在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3万次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我们发现传统的 Transformer 模型，也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模型，就是文字接龙那个模型，它能够处理的范围其实是很有限的，好，那如果我说我们可以在它回应的时候呢，在它回应之前，就是我们提问的时候，如果给他一个范例，跟他讲说你在回答我之前呢，你先列出中间的推理步骤，那就可以大幅提升他在数学问题、逻辑问题还有常识问题的准确率。他做什么事情？我这边有个范例可以看一下，有分左右两边左边是标准的 prompting 就是我们问问题，然后他回答，问问题他回答。好，那如果我说我们换右边这种提示法，就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呢，跟你讲说，现在有第一个范例问题，然后第一个范例问题，它的范例答案是一个有推理形式的答案，也就是右边蓝色框起来那一段，那个不是他回答的，那个是我们给他的范例答案。他讲说，好，我有范例问题，要有个范例答案，这个范例答案是一个推理形式的。那我接下来才问你我真正要问的问题。那这个模型呢，就会模仿这个过程，就右下角那个绿色那个，它的回应呢就会模仿那个推理的样子。他讲说，这个餐厅要怎么样啊？它有什么23个苹果啊？那接下来用了几个苹果？他开始做逐步的分解这个问题。那这边他讲的是说，如果说你在提问的时候给他一个推理范例，他会模仿你做这推理过程，这样他就可以提高他最后的答案的准确率。那这个动作呢，不需要去额外的训练模型，你模型本来就有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你提示的时候呢，帮他给几个范例，示范的范例，推理的范例，甚至如果说你范例给不出来，因为你自己可能不方便去做这个推理的范例那你简单的加上一句，让我们逐步的思考这问题，这样提示他，就可以刺激他去产生这些推理的中间步骤了。就可以让他表现的好像是人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的这个思考过程。那这个其实背后的道理是，他帮模型或是引导模型去产生这个推理的样子，然后产生这个推理样子呢，可以帮助他更仔细的去理解你这问题的一些细节，从而帮助他去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好，所以它是一个刺激的 trigger，它去刺激这个模型产生的样子。那在当年呢，在2022年那个时候，研究者认为，通常是要100 billion 以上的这个参数的规模的模型才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其实2022年到现在已经过很久了，现在很多比较小的模型，他们已经在训练过程中看过大量的这种推理的范，因为他们是一个学一个嘛，这个模型很好，那可能这个模型就教另外一个模型。应该说，这个小模型在学的时候，他会看到另外一个大模型之前做过什么事情，他会学起来。因为它训练资料里面可能包含其他模型的产出，它训练资料就被污染了。这个污染有个好处就是，其他大模型做过了推理的过程，这个小模型学到了，他就发现原来讲话要这样讲，原来这个解问题要这样解，原来要做这个多步骤推导，他学会了。所以现在小模型呢，其实很多都有这种能力的，即便它可能是8个 billion 参数的81个参数的，它也可以做这种叫做 COT 的推理形式。那除了 COT 之外呢，还有其他形式，例如说这个 self-consistency 自为自性，这个也很好理解，这个就是一种改善 LLM 推理能力的
提示词技巧，但是它比较适用在答案是唯一的而且具体的问题上面，例如说算术啊，这是答案是唯一的嘛，算术的答案就是只有一个，而且那答案很具体，就是一个数字啊，例如数值计算啊，事实问答，例如说，这个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是谁啊之类的这种事实问答，或者是分类人物问说，这一段这个使用者评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这种答案很明确的啊。那这个自我一致性呢，它怎么做 ？self consistency 怎么做？它的步骤就是要模型去生成多条推理路径啊。模型就你不要只有讲一个答案哦，你就给我多个答案吧，你就多讲几个答案，例如说三个答案，三条路。像刚刚那个 COT 是讲一条路嘛，我们现在给你三条路，你可以推理3次啊，推理3次，那每次讲的话都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你每一次最后的答案萃取出来。例如说第一次的答案呢，看下面那个例子，第一次答案呢讲了算式结果是18，第二次讲的答案是26，第三次讲的答案呢是18。那不管你中间推理过程怎么样，我都把你那个答案萃取出来。那接下来做投票了答案是18了，这个次数多了一点，然后就决定你最后的回答，最终回答就是答案就是18。这个很好理解嘛，对，我们就叫模型，多讲几次，看看你哪个答案讲最多，就把你那个答案呢当成是最终的答案。这个跟原本上面那个 COT 呢，你看上面那一排 COT 比起来，当然是不一样嘛。COT 只有讲一个答案，那 COT 也是会犯错的因为它是几率生成文字嘛，文字接龙。它如果中间不小心讲错几个字，那整个就污染掉了，那整个污染的结果就造成一个错误的答案。好，那下面这个 HC 呢 ，self consistency 呢，它就是看它讲错一次没有关系，它不要每次都讲错不要大部分的情况都讲错就好了。它只要在大部分情况超过一半的情况下讲对，那最终答案就是对的。所以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做法嘛，对。那缺点就是呢，很显然它要花2、3倍的力气去回答你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取舍嘛，你要取舍到底是要花多少钱去拿到一个正确答案。好，那还有另外一种更复杂的问题更复杂形式叫做四位数。刚刚 COT 呢是一条线嘛，那这个 self consistency 可能是平行的3、4条线，那 TOT 呢就是一个树状结构，例如说右边这个树状结构我一次产生例如说3个答案，然后这个3个答案呢，我不是一次就把它吐出来，刚刚都是一次就吐出来到结果，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先讲第一步，例如说我先分解问题，第二步呢考虑第一个条件，第三步考虑第二个条件，我一步一步来，不要一次就直接吐到尾巴，那他就一步一步来，那每一次呢他都会去看，我生成的这一步呢品质怎么样，我可能就回来再重新生，品质不好的话就回来再重新生成一次，品质好的话我就从这边继续下去，所以概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右边这个树状结构，它分成很多步，每一步都一步一步来。那这个跟左边形式就很不一样。你看最左边的形式最左边形式就是最原始的，一次吐出答案，这个叫直接输出。那左边第二个呢叫 COT，我吐答案之前呢先想一下。那第三个呢叫做 SC，self consistency，我不要只吐一条答案，我不要只吐一条推理，我吐3条推理，甚至更多条推理来做多数决。那最右边这个 TOT 呢，树状结构的推理呢，讲说，我一步一步来，每一步都产生多个选择，然后看看怎么走比较好。可能先走右边，然后再走左边这个推理，看怎么走比较好。那讲更具体一点，就是他先把整个大问题拆解成多个思维片段。那什么叫思维片段呢？就是走一步停一步例如说我下棋我先下这一步，这一步之后呢，之后还有其他步嘛？对，我先下这一步，再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下。我这一步有很多种做法，可以往左边走，往前面走，往右边走。好，那如果往右边走的话呢，又可以往前面，又可以往右边，又可以往左边之类的。它有不同的步嘛，不同的步骤嘛，它一步一步来。那例如说写作，我先写一段文字，我再决定下一段文字要写什么。好，那我写第一段的时候呢，我可能就写3种第一段。
那我发现，哎，第一段是比较好的，第一种比较好，好，那就跟从第一种的第一段开始往后面写第二段，好，所以我每一步都有多种选项，然后选择最好的那个选项往下走。那它在生成过程中呢，它可以自由的去生成每一步，或是有系统的，你给它一个规范，刚才讲说我每一步要生什么东西啊，那个就看你的任务的需求，看你是要创意型任务呢，就让它自由的去生成3种、5种选项。那如果是逻辑任务呢，数学任务呢，就刚才讲说你有系统的讲说，哎，下一步要做什么。好，那每一次产生之后呢，这个 AI 就会自己去评估，我下一步这个看起来啊，这一步往左边走比较好，好，那我先往左边走。往左边走之后呢，哎，我再往左、往前、往右，我再看，再继续评估。那这个就是 BFS 或 DFS 演算法。简单白话来说，就是我先看一条路，一直往前深入，还是呢，我先看所有的选项，来盘点一下，挑出其中比较好的，也许3个选项。先广还是先深入，它有不同的策略。那这边不用讲那么深入哈，就大概也知道一下，哎，这个搜寻演算法，它可以先一条路直接往前深入，还是我横向的先全部盘点，然后再挑其中几组比较好的。好，那我们直接看下面结果好了。直接看下面结果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啊，这是 Game of 24。那这是讲说我给你4个数字，那这个 AI 呢必须把每个数字恰好使用一次。我给你4个数字哦，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哦。然后你必须透过加减乘除，让最终的计算结果等于24。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回答的问题嘛？有4个数字，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然后加减乘除要等于24，这个不容易吧？哈，那我们看右边结果，右边结果有3条线，最下面那条蓝线呢，就是直接回答，那中间那个红线呢，就是 COT 刚刚讲的第一个推理样子就是 COT。我跟你讲，在你回答问题之前先想一下，但是我只有一条路给你，你只能给我一个推理路径。好，最上面的虚线呢，就是这个 TOT。很显然它的效果差很多啊。那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个蓝线跟红线为什么它跟 token 的数量有关？你看下面那个横轴是 token 的数量，为什么跟 token 的数量有关？不是 token 就是它预算啊，推理预算。为什么跟推理预算有关？它不是直接产生吗？哪来的推理预算？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好，你没办法推理没关系，但是我希望看到你的上限，所以我就手动的让你做很多次的输出，然后他从上帝视角来看，哎，你如果输出这么多次，比如说输出100次，里面有一个对的答案，好，那我就当做你对了。好，所以他才有这个推理的预算，他才可以让他，哎，他可以往那个曲线可以往右边走。当我推理预算给你更多的时候呢，假设我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我可以挑出来。那其实就会证明它这个模型，即便给你真的很多推理预算，你还是做不到了哈。这证明这个 TOT 这个树状结构推理的优势。好，那为什么 COT 跟 TOT 可以提升性能？为什么在回答问题之前，叫这个模型先产生一些推理的过程，可以提升性能？你想说，哎，这个模型不就只是多说点话而已吗？不是，它其实没有这么单纯。它在讲话过程中呢，它多讲话其实可以不断的被回馈到它的输入。他讲第4个字的时候呢，前面讲的第一二三这个字都是变成它的输入，他讲的话都变成下一个字的输入。这个实质上就可以让这个模型增加有效的深度，它本来模型搞不好只有30层，这个类神经网络只有30层。那我多讲话被重新当成输入，这就相当于我又多了几层的模型，那另外一个理由是，当模型开始生成这个推理的样子，也就是说，它开始会讲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首先我们要考虑什么，其次要考虑什么，这个模板出来了，这个样子出来了，它就会触发它模型内部的注意力机制。他看到这些字，他就会触发这个注意力机制，让他去着重在某些细节，这个问题的某些细节，比如说问题可能给了一些条件，他开始仔细的去注意那些条件的，
仔细注意这个问题的细节了，这可以让他原本沉睡的潜在的推理能力开始活跃起来了。好，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个样子来刺激他好好讲话。这个其实在人类讲话的时候也是有用啊。你讲话的过程中，你就刻意的用一些这种关键字啊，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就会让你这个讲话呢更清楚、更有条理。你自己的思考也会被激发了，激发你的推理思考。啊，但这个模型其实并不是真正具备人类那种推理能力，其实没有，它还是在一个文字接龙，只是说这个文字接龙是模拟逐步的计算过程，它是模拟这个逐步计算过程，让它去刺激他自己去注意某些细节。那 TOT 又更进一步啊，TOT 是个树状结构嘛，要它更进一步了，它一次给很多条路，然后它用外部的结构去看，哎，哪一条路最好？我用外部的机制帮你选，而不是你自己选。像 COT 啊，或是 Self Consistency 都是你自己选。哦，SC 也有，Self Consistency 也外部选，就是看你哪个答案最多，我就选哪一个。像 TOT 也是这种概念，我用外部来帮你选，看看你哪个评估的结果最好，那你就不会说有个局部盲点啊，一路错到底啊，因为外部会纠正你，外部的机制会纠正你啊，你不要往那边走，你现在往这边走，你话不要这样讲，话用另外一种方式讲更好，那就不会一路错到底。好，那这个模型要怎么去学会推理能力？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外部的机制，讲说，哎，我请你就是讲话的时候呢，要有个推理的样子。那我们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去训练它，去训练这个模型。如果我说我们在训练模型过程中呢，只有让这个模型去学会特定的讲法，例如说，我们就给它一堆文件，给它一些书籍。那这些文件跟书籍里面呢，其实可能也没有一个推理的样子，对不对？通常是没有。那他如果就只学会这些书籍上写的东西，他就只会模仿。如果今天你给他一份新的文件，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用新的文件上面的新的资讯去做推理，然后产出一个更符合你给他的新的任务的回应，理想回应，他比较没办法举一反三啊。所以我们必须换另外一种训练法，他不是只有看着我们给他的文件去模仿那个讲话形式，而是呢，他要自己尝试有新的说法，他要自己尝试新的说法，尝试新的推理的回应方式。然后他在尝试过程中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回应好不好。如果我发现他回应还算不错，至少符合那个推理的样子啊，帮你加分。帮你加分的这个动作呢，就会让他知道怎么修改自己的模型，让自己模型的参数呢变得越来越可以得到高分啊。这个就是一个训练过程嘛，这跟我们之前讲的训练过程其实本质上很像。我给你一个分数，那你自己去调整一下，你这个模型要怎么调整，分数才会更高。这跟我们之前讲的训练过程其实很像。好，那只是说这个训练过程，目前这个训练过程是他自己想办法生出不一样的推理过程。那我们看看你的推理过程好不好，例如说结果对不对，形式对不对，然后给你奖励，那你就可以学会自我修正。好，那模型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它会发现，哎，它如果自己尝试的推理的样子尝试还不错，它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分数，更高的奖励。好，那他慢慢就会学会哦，原来我讲话的时候要讲说，哎，讲等等，哎，我要再重新检查一下，他就这样讲，他会学会这样讲，或者说讲，他会发现，让我重新思考一下，他自己就会学会讲这些话。他学会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讲这些话可以刺激他自己去注意问题的细节，然后刺激他自己用更完整、更严密的逻辑去回答问题。好，那这个整件事情其实最重要就在于模型要自己尝试讲不同的话，我们给他答案，跟他讲说你这样讲好不好，那样讲好不好，但是我们没有跟他讲说你要怎么讲，没有，我没有跟你讲说要怎么讲，模型要自己去尝试出来他觉得有用的方法，有用的讲法。
好，那这个就强化学习，就右边这张图，右边那张图，你看右边有个绿色的小机器人，那这个小机器人呢，右边有 action，就是他讲话，他要怎么讲话，他讲话里面就包含各种推理的样子，有些推理样子比较好，他就这样学会了；有些推理样子比较不好，拿到分数比较低，他就慢慢把它舍弃掉。讲话讲出来之后呢，上面有个环境，所以我们就有个外部控制器，给它帮它评分，啊。那评分之后呢，就给他这个 reward， 给他一个奖励，跟你讲说，你这样讲比较好，还是那样讲比较不好，给他奖励。然后他接下来就会收到外部的这个评分，然后他自己就会调整，改变他自己内部的逻辑。然后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哦，你看右边是一个上面是一个问题嘛，一个电影票怎么样，好，那下面是他推理过程，你可以看到他推理过程的第一句有没有一个 think， 这个小括号小于跟大于那个包起来那个 think， 好，这个就是他自己被迫学会的。所以我们会跟他讲说，好，如果你讲话过程中包含这个 think 这个标签，我就帮你加分。所以他不是学着去讲 think， 应该说他不是模仿我们去讲 think， 而是说他被迫去学会，他讲话过程中要 think 这个标签，他才会获得高分。所以他为了这个就会调整他模型的内部的内容。好，那他讲话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中间有框起来那个 wait，that can be right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反思现象，这个在 DeepSeek 训练过程中据说是 DeepSeek 首次发现的。所以当我们用刚刚那种训练方式训练它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讲话要讲这一句，他表现才会比较好。这个就是反思现象，这是 DeepSeek 在那个训练过程中发现的。那 DeepSeek 大家知道吗？之前有一阵子很红，就是那个中国推出的一个 DeepSeek 模型。那它就是使用这种强化，这个叫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他自己尝试讲某种推理形式，我们给它评分这个强化学习。我们仅仅用这种输出奖励的方式来训练它，就足以让它学会怎么用推理方式去回答问题，让他学会怎么去编写中间的推理过程，编写中间的解释甚至回溯，回去重新检查他自己的答案，让他重新学会这件事情。好，那个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如果更具体的讲，它其实这个方法叫做 GRPO，这个是 DeepSeek 的一个关键技术，它能够用低成本的这个算力，就可以达到可以媲美顶级推理模型的能力，主要是靠这个 GRPO。那这个 GRPO 它其实怎么做的呢？看看下面这张图最左边是一个 Q， 是一个输入的问题。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Parsing Model， 就是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那为什么叫 Parsing 呢？就是它要看看目前拿到什么问题，要做什么样回答嘛，所以有个策略嘛那这 Parsing Model 是 DeepSeek， 那这个 Parsing Model 就会产生很多 O1、O2、OG， 这个就是各种回应，它会产生各种回应。那产生这些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看每一种回应是不是跟一个标准答案标准的讲话方式很接近。我这个等一下讲 reference model。那除了这个看标准答案有没有接近之外呢，也要看它回应的形式是不是符合我们指定的形式。例如说，它有 think 那个标签，然后要 answer 这个标签它是不是符合形式？那当然也要看它答案对不对了我们这个标准答案那接下来他就拿到 reward 这个 R1、R2、RG 所以他们有很多答案嘛，那每个答案呢都会拿到奖励。那接下来这个奖励呢，我们就要帮它排名帮它排名。那奖励做正规化之后呢，就可以算出，每个奖励它有一个对应分数 ，A1、A2、AG 这个它 advantage 它对应的分数。那接下来就回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各种回应呢，你会拿到这样的分数。那他为了拿到更高的分数，他就会调整自己的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会为了拿高分，去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例如说，他可能故意把那个话讲得很长或是故意输出很多这个我们想要看到的 take 这个标签
那这个整个当然就歪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刚刚讲那个 reference model，跟他讲说，好，你讲话的样子呢，不可以偏离原本的应该有样子太远，不可以偏离太远。所以我是有一拉一推啊，一边拉住你，让你不要跑太夸张，一边推你去符合这个讲话要有推理的样子，一拉一拉一推。好，那这个反复训练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开始去引导模型。去在训练中发展，它可以发展出自我验证、反思啊，然后或者 COT 推理的样子啊，而且这个能力是可迁移的。所谓可迁移是讲说，哦，今天用这个资料集训练你，我明天换另外一种资料集来考你，你还是可以做出那样的推理的样子，你还是可以做出推理的回应。慢慢的，它就可以处理复杂问题，因为它有推理能力，它可以处理复杂问题。那这个训练过程呢，关键就在于它自己产生这个 output， 而不是背我们的答案。它不是背我们的答案，它要自己去寻找比较好的推理样子、推理的格式，他自己去寻找。他话要怎么讲，他自己去寻找。那这个推理能力其实不是万能的哦，就是我们去训练一个模型，跟他讲说啊，你要学会推理哦。其实这个会牺牲到某些能力牺牲到某些能力，因为它模型会歪掉，它这个模型会歪掉，然后稍微歪掉。那歪掉之后呢，它就慢慢的变得比较只会讲这种推理样子的话。它原本某些话它就不会讲，这是无可避免，因为模型没办法一次做，没有办法说同时间学会所有事情，所以它会歪掉。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模型的推理能力其实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这个模型本身就不够好，它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小模型。或者本来这个预训练过程那个4阶段的第1阶段预训练过程 pre-training 的过程就训练的不是很好，那你后面再怎么训练它做推理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这跟人类也是很像我们可能如果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学的不是很好，你在大学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天花板其实还是会被绑住的，除非你重新去学会那些该学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模型如果本来就学的不够好，你试着去教推理呢，也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用，它有个上限在那边，这个上限就是从它的基础模型决定的，一开始就要训练好。那这推理模型有些副作用，模型可能会讲的一些头头是道，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严谨、很严密的逻辑但在里面可能会有错。人类使用者看到这种推理逻辑的这种形式的回应呢，很可能就会错误的相信它真的有思考能力，真的有意识，真的会推理，答案真的是对的，人类会错误的相信它，因为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人类很容易被这个有模有样的回答骗了。而且，如果说你在一些简单问题上面呢，你也教他推理，你其实是在浪费钱，因为模型真的会去推理，可是他可能不见得知道那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可能不需要推理就可以回答问题，他不知道，所以你叫他推理，他还是会推理，但是其实在浪费钱，他进行一种长而无效的推理。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们在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就是你在提示词里面呢，如果给了太多结构限制，例如说你就跟他讲说，请一步一步思考，你可能反而会干扰现在新一代的模型的推理机制。新一代的模型呢，可能不太需要你像传统模型那个 COT 一样跟他讲说，哎，我要怎么推理，可能不太需要了，他自己会好好发挥。所以其实你不要给他太多限制你反而会去误导他，你反而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你可能给他一个适量的提示就够了。那最后一点当然就是这个复杂模型呢，可能会带来时间的延迟，时间会花更久，那自己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值得有时候那个算力真是蛮贵的，然后它可能会花更多的费用。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模型怎么做推理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今天就到这边了。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跟我回馈，可以再调整。好，谢谢各位。